我代夫从军3年，浴血杀敌，当上大将军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斩杀夫君满门。苏慕云，你居然要杀我！我可是你夫君啊！这世上，一个妻子变绝情的原因只有一个：被他的良人逼成女修罗，忘恩负义之辈，都该死！宣苏慕云，代父从军，化名霓凰，征战3年，屡立战功，册封护国大将军。回禀皇上，臣妇不敢受此封赏。身为周家儿媳，我愿将所有军功记在周家门下。难得你如此，为你夫家着想。朕已命郴州犒赏大军，你先行回家团聚。随后，朕传旨，为你夫君家册封。谢皇上。驾！将军，你身上的伤还未痊愈，要小心啊！前面应该就是郴州城门，知府已经为我们办了犒军宴，您是否先行医治？不碍事的青楼，你先带将士们回去庆贺。我毕竟是周家儿媳，不宜太过招摇。等圣旨一到，册封之日，便是我和夫君的共享荣光之时。是。驾！你个小野种，敢偷玉良哥哥特意为我准备的生辰寿桃，该死！今天也是念儿的生辰，念儿想留给娘一个。他说过，念儿在生辰的时候，他就会回来。你娘早在3年前就跟野男人私奔了，不可能再回来了。我娘不会，她说过会回来的。小野种，敢跟我顶嘴！青山，给我打！是。青山哥哥，求求你不要打念儿。谁是你哥？苏慕云那贱妇才不会做我的干娘，如今白小姐才是我的干娘，你可得罪她，看我打死你！你打！玉良、念儿、青山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念儿，快开门！哎呀，哎，夫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府里出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听到念儿在哭喊？哪有什么孩子哭喊声？你肯定是听错了。走。管家，快开门！你这个荡妇，跟着野男人跑了3年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滚吧你！周福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都已经听到念儿的哭喊了。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别再离开念儿了。念儿，青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如此虐待你的妹妹？怪不得念儿这个小野种这么惹人嫌，原来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你这个贱人回来干什么？混账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我家撒野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我家撒野？娘，不要去，念儿不疼了，你不要惹他们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念儿，你为何这么怕他？难道
娘，这是谁打的？你告诉我。不是的，是念儿自己摔的。这3年我不在家，我的念儿都受了什么罪？怎么会被吓成这样？念儿，你告诉娘，是不是他们打的？你爹知道吗？娘，你别问了，念儿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年我带玉良从军，他说过会好好照顾念儿。若是看到念儿被虐待，他绝不可能坐视不理。难道玉良不知情？这么说，是你们瞒着我的夫君虐待我的女儿，你们找死！苏沐云，你少在这里放肆！你敢冲撞我干娘，信不信我赶紧弄死你！什么？你和周玉良什么关系？你听好了，我是玉良哥哥的妻子，这周府的女夫人。不可能！我和玉良恩爱多年，他绝对不会负我，一定是你一厢情愿纠缠玉良，还不给我滚出周家！苏沐云，你当年谎称什么代夫从军，其实却跟野男人厮混，害周家蒙羞。玉良哥哥早就不要你这个女人了，现在你人老珠黄，被人抛弃，还想回周府，你做梦！混账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3年我替玉良从军，浴血奋战，你想在这污蔑我的名声，想鸠占鹊巢？苏沐云，你不承认也没用，我白干娘是你这种贱女人相提并论的。我白干娘可是知府大人的女儿，在周府这3年，是我干娘帮助我干爹步步高升，是我干爹的贵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青山，你当年流落街头，父母双亡，是我收留你在周家，现在你还要跟他来污蔑我？我呸！当初是我眼瞎，才会被你这种贱女人带回来收养，真是丢人！我警告你，赶紧给我白干娘跪下道歉！放开我，不然我肯定回来饶不了你！娘，不要打了，你惹不起他们的，咱们快走吧。娘儿，这3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变成这样？周玉良呢？让他出来！你少在这里大呼小叫！如今玉良哥哥可是郴州都统，现在正在陪着我爹迎接护国大将军霓凰呢。只要大将军赏识，玉良哥哥前途不可限量。岂是你这种贱妇想见就能见的？没错，如今你被野男人抛弃，还想回来攀我们周家的高枝？呸！滚吧你！混账！当年我替玉良从军的事，还有这3年我为周家付出的一切，只有玉良和婆母最为清楚。现在我就去跟他们说个清楚。站住！何人敢在我周家放肆？婆母大人，你总算来了，你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。我这3年……婆母，你怎么……苏沐云，我儿子正在迎接霓凰大将军，这可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这个贱妇跟野男人私奔3年不回家，刚回来就想断了他的前程吗？你说什么？暮云，都怪我没用。相公，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若是我不幸战死，我的军功也能让周家光耀门楣。志清，你能照顾好念儿。暮云，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，我替列祖列宗谢谢你。等你凯旋之日，婆母跪迎你回来。看什么看？我们周家替你养这个小赔钱货已经够倒霉的了，如今你回来丢人现眼，祸害周家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婆母大人，3年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念儿，这么污蔑我的。住口！什么出生入死？当初是你嫌弃玉良没本事，撒谎说什么代夫从军，其实就是跟野男人私奔了。这3年多亏了莲儿，玉良才能得到知府大人的赏识，一步步高升，做到都统职位。我们周家有现在，全都靠莲儿，不是你。伯母，您过誉了，这也是玉良哥哥他自己有本事，
我也只不过是在我爹面前多美言几句罢了。我要是真嫌弃周玉良，我就不会嫁给他一个穷书生。撒谎的是他，区区一个知府女儿，他怎么帮周玉良？是我这3年一次又一次帮他生钱。真是荒唐！你一个水性杨花的贱妇，只会给玉良带来耻辱，还敢提什么帮助？赶快给我滚出周家！当初我替玉良从军，你说我是周家的恩人，还要跪迎我回家。如今攀附上权贵，就想翻脸不认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放肆！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女人，也配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苏慕云，你这种声名狼藉、污秽不堪的女人，只会让周家蒙羞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早一头撞死，替周家赔罪了。看什么看？我白给你让你一头撞死，你要疼啊！莲儿可是我们家的贵人，你敢得罪她，你是不是想找死啊？祖母，您不要生气，不要打我娘。娘，咱们跟祖母道歉吧，他棍子打人好疼的。什么？祖母也经常打你？念儿不要怕，有娘在，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你。原来是你们3个串通一气，辱我清白。周玉良是被你们蒙蔽，还是跟你们一伙的？让他回来跟我说个明白。各位将士，劳苦功高，衣锦还乡，干！干！为何不见霓凰大将军？若能得到他的提携，我必定飞黄腾达。副将大人，副将大人这次带兵得胜归来，真是功勋卓著，光宗耀祖啊！哎，不知道这个霓凰大将军怎么没前来赴宴啊？哦，大将军他另有要事，命我等先行赴宴，他应当自行回夫家。啊？嗨，不知道谁能做霓凰大将军的夫家呀？真是18辈祖上积德呀！我听闻周都统的夫人替夫从军，还真是好福气啊！啊，副将大人也认得我夫人啊？哎，不知道她是不是大将军的士兵啊？哎，不知苏慕云在军中是何职务，有立下什么军功啊？这就不方便透露了。周都统还是自行回家看看吧。啊？快去快去！那周某就先告辞了。苏慕云，现在玉良哥哥正在迎接霓凰大将军，你趁这个时候故意胡搅蛮缠，是存心毁了玉良哥哥的前程。苏慕云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嫉妒我白干娘给我干爹争取机会，想耽误我干爹去面见大将军？来人！把这个不守妇道、祸害周家的贱人，连同这个小赔钱货给我一起抓起来！苏慕云，现在你们2个一起跪下给我磕头赔罪，我还能考虑饶了你们，否则我就把你们抓起来见臭鞭子！不要啊！念儿求你们放过我娘！念儿不要怕，有娘在，不会再让他们再动你。我不想在我女儿面前杀人，但是你们在她身上留下的伤，每一分每一毫，我都会让你们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。笑，你一个自身难保的贱妇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就是，就凭你还能翻了天不成？苏慕云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信不信我撕烂你这张臭嘴，再拔掉聂儿小野种的牙？我看谁敢！你们这群畜生，等周玉良回来，我才当面问清楚，找你们算总账。陆云能跟随大将军一起凯旋而归，必定立下了不少军功。快，再快些！月亮哥哥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罢，你呢怎么样啊？莲儿，别跟这个贱人废话，他们母女敢得罪你，还不跪下来磕头谢罪？等玉良回来，定将他们关入大牢喂老鼠。苏慕云，你们俩现在磕头道歉，说不定我白干娘大发慈悲饶了你们的狗命，留你们在州府刷马桶。你们辱我清白，欺我女儿，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抓起来！
你们敢动聂儿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们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！聂儿，要怪就怪你娘，是她害的。你们放了聂儿！想让莲儿放了她？好啊，那你现在给莲儿磕头，给我周家赔罪。光磕头怎么行？先救白干娘心头之恨，应该一边磕头一边说：“我是贱妇，我是荡妇，我娼妇。”无耻！他。苏慕云，我看你也没多在乎聂儿，我问你，跪还是不跪？娘，是聂儿拖累了你。我跪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慕云，你没事吧？周玉良，我问你，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会欺负我的聂儿？慕云，我跟莲儿是清白的。他都已经说过，她是你娶的心腹，是周府的当家主母，什么误会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！聂儿，你告诉爹，跟娘都说了什么啊？爹，聂儿什么也没说，聂儿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周玉良，为何聂儿如此叛逆，连你也虐待过她？我没有，聂儿是我的亲骨肉，我虐待她岂不是畜生不如？聂儿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聂儿可能就是因为太过惊吓，所以才这个样子。平时就对她太宠爱了，才让她有些娇惯。就是，我刚刚只不过是吓唬吓唬，和他开开玩笑，你恨不得杀了我。我们周家辛辛苦苦的替你拉扯着孩子，只是偶尔教训他几下罢了，你就听着孩子胡说，在这大闹周府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。干爹收养这个赔钱货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离家3年，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，立了回来兴师问罪。你闭嘴！慕云这3年带我从军，就是我周玉良的恩人。你们要再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就绝不轻饶。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给慕云和聂儿道歉。什么？慕云，你还好吗？啊，你怎么流这么多血？一些旧伤罢了。他们刚刚说我跟野男人厮混3年，这些话你到底有没有说过？怎么可能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混账话。3年来，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不是像他们这样说的阳奉阴违。我的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，苍天可见。好，那你现在把这个不相关的女人给我赶出去！苏慕云，你做梦！月亮哥哥，这个野女人明明在外面跟野男人厮混3年，让你蒙羞，你怎么帮她？是啊，玉良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莲儿才是我们周家的贵人，没有她，哪有你的今日？就是干爹，你别被苏慕云这个女人给骗了。你住口！慕云在外从军3年，跟随大将军一起，肯定是有很多军功跟赏赐。慕云，你说是不是？就凭他军功赏赐，月亮哥哥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看看他这副穷酸样，怎么可能带回半分值钱的东西？是，你看这副样子，哪像有什么军功之人？就算从军了3年，也是跟别的人鬼混了3年，恐怕连大将军的脸都没见过吧？你闭嘴！慕云在外从军3年，跟随大将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肯定会有很多军功跟赏赐。慕云，你放心，这些军功赏赐全都归你。他们说的对，我什么军功什么赏赐都没有，不行吗？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除了会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，什么都不会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回到我们周府，只会给我们蒙羞。月亮哥哥，你不是刚从靠军宴回来吗？像苏慕云这种女人，根本没资格参加军宴，她就是一块没用的边角料，怎么可能认识大将军？月亮哥哥，你别再犹豫了，快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还有这个小野种送进大牢！啊！苏慕云，你竟然当着月亮哥哥的面打我！慕云，你怎么，我打他一巴掌你就心疼了？那他们欺辱聂儿的时候呢？你是不是也像他们这样？苏慕云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军功，有没有赏赐？
我为你出生入死，风里雨里整整3年，我就算一无所有，你就能欺辱我的念儿，不认我这个妻子吗？苏慕云，你什么身份？敢在我周家胡说八道！你说什么？苏慕云，我原来以为你会带来些捐功跟赏赐，没有想到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就你这样，还想耽误我的前程？念儿，求求你不要打我娘！滚开！跟你娘一样一无是处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！你跟他们沆瀣一气，今日我绝不会放过你！玉良哥哥，原来你只是逢场作戏啊！人家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欺负，你绝不能放过他们！哎呀，莲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当初啊就不该娶这个女人进门，让这母女俩成为我周家的祸害。苏慕云，你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欺负我的干爹干娘，我忍不了了！玉良，快让人把他们两个绑了，抓入大牢。是。好和睦的一家。周玉良，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还只是一个穷书生，要不是我替你出征，你的仕途岂会如此顺利？苏青山，我收养你10年，视如己出，你如今攀上了新主子，就和他们一起来联合对付我。还有你个老东西，忘恩负义，不知廉耻，你对得起周家的列祖列宗吗？我呸！你不看你这副德行，如今我周家是郴州权贵，而我儿玉良是郴州都统，手下有3000兵马，你也配跟我们叫嚣？就是，你不过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贱妇，我白干娘一个小指头都能碾死你！苏慕云，你在军中3年，谁知道你跟多少男人睡过？我头上的绿帽子估计可以蔽天遮日了吧？还好莲儿不嫌弃我娶过妻，一心一意帮我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有眼无珠，连谁是野鸡谁是凤凰都分不清。哼，是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堂堂知府的女儿还比不上你这个穷酸贱妇？你根本不配和我相提并论。周玉良，你不是想认识霓凰大将军吗？普天之下，只有我才能让你如愿。就凭你，你给我提鞋你都不配。哼，只有莲儿才是我的贵人，才是我的良配，是我周家正妻。周玉良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说只爱我一人，只娶我一人，若违背誓言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你就不怕誓言应验吗？住口！什么誓言？当初就怪我眼盲心瞎，才娶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。还好幡然醒悟，取纸笔，我现在立刻写休书。取纸笔，我现在立刻写休书。原配周苏氏，不修妇德，离家3载，有辱门风。归家后，欺我爱妻，误我前程。今立此休书，将其逐出周家，永不相见。苏慕云，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，带上你这个小野种，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周家！娘，爹是不要我们了吗？不，是我们不要他了。周玉良，你我夫妻2人从此恩断义绝，你不要后悔。谁后悔才不得好死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！玉良哥哥，你对他们母女俩也太好了，他们以下犯上顶撞我，羞辱的是我爹的颜面，哪能就这么滚了？那灵儿，你想怎么治他？先让他们母女俩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我看他们2个表现再说。听见没有？赶快给我白干娘跪下磕头道歉！要我下跪，他受不起。哼，郴州所有官员升迁都得看我爹的脸色，
我要谁跪，谁就得跪。别说你了，就算是知府来了，也只配给我下跪。放肆！大逆不道，目中无人，居然敢对知府大人出言不逊，这可是杀头的死罪。周玉良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没有我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欺负我和念儿，才是死罪。苏慕云，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？月亮哥哥这一纸休书，再加上这一巴掌，让这贱妇受了刺激，现在啊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疯话，现在立刻马上给灵儿下跪道歉，再押入大牢。我看谁敢！周玉良，你不是费尽心思要巴结霓凰大将军吗？我就是。苏慕云，你大闹我州府，我尚且可以饶你一命，可是你冒充大将军，就必死无疑。把他们俩给我五花大绑，押入大牢。是。谁敢？娘，你千万别再顶撞爹爹了，念儿求你了，我们赶紧给他们道歉，他们才会放了我们。念儿别怕，有娘在，我会保护你。念儿以前是如此活泼可爱，都是你们把她害成这样。什么叫我们害的？这小野种天生就这么下贱，因为他娘就是个天下尽知的贱妇。小野种，哥哥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替你娘磕一个，磕的时候说我娘是贱妇，也许我干娘大发慈悲饶了你娘。好，念儿这就磕，求你们放了我娘。娘儿，你居然跟他们磕过头，有娘在，你以后不许再跟他们磕头了。你们这些畜生，我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大胆反贼，还敢在我这里叫嚣，给我上！是。谁敢？这是大将军身上的穿云箭，此箭一出，便可调动军马，怎么会在他手里？月良哥哥，这肯定是苏慕云混迹军纪，盗窃大将军之物，在这里虚张声势。大将军的宝物，他怎么能轻易偷得到呢？难道他真的是大将军身边的人，并且服侍左右？若他真认识大将军，必定会向大将军告我们的状。若他不认识大将军，那他就是盗窃军机要务，冒充大将军。既然如此，那苏慕云怎么都不能留了，必须斩草除根，斩尽杀绝。大胆苏慕云，盗取大将军身边之物，冒充大将军，给我杀！我看是你先杀了我，还是我的3万铁骑先踏平周家？不要听他扯谎，铲除反贼，给我上！穿云箭，大将军有诏。陈州官兵听令，不许放他们活着离开，否则我们难逃其咎。将他们母女俩万箭穿心，要带着他们母女的尸首去向大将军请功。周玉良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为了攀附权贵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下得了毒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住口！你这个不洁的女人，生下的野种，也配做我们周家的血脉？周玉良，我替你挡下多少明枪暗箭，没想到我回来，等着我的是你的万箭穿心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是谁先死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放箭！就算我死了，也不能让念儿有事。放肆！谁敢对大将军无礼？放肆！谁敢对大将军无礼？啊！副将大人说什么？不要对大将军无礼？难道他真的是？怎么可能呢？定是月亮哥哥你没及时迎接霓凰大将军，
这副将大人才责怪的。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哎，干娘，那大将军的兵马来这干什么？这定是我爹举荐月亮哥哥。月亮哥哥，说不定大将军会亲自接见你的。对，玉良，幸亏你修了这个丧门星，只要有莲儿在，我们周家就会光宗耀祖的。霓凰大将军将印在此，还不下跪！苏沐远，大将军印在此，你这个贱妇为何不跪？我看他就想冲撞大将军，连累我们周家。我看他就是图谋不轨，想要刺杀大将军。副将大人，这个贱妇盗取大将军的穿云箭，还冒充大将军，待我将他就地正法，将他的首级献给大将军。放肆！请大将军掌印。请起。是。娘，你真的是大将军？有娘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的仇，娘现在就替你报。啊，玉女，你真是霓凰大将军？这怎么可能？周玉良，一个忘恩负义之徒，还有你们，都该死！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巢，这一巴掌打你血口喷人颠倒黑白。你竟然敢打白干娘！苏青山，你急什么？这一巴掌打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慕云，我错怪你了，我混账。你看在妮儿的份上，你就饶过我吧。周玉良，你不配为夫，更不配为父。妮儿，爹知道错了，帮爹求情，爹给你下跪磕头。不，爹爹坏，妮儿只要娘。来人，将周家所有人收押。是。来人，将周家所有人收押。是。等等，这分明是苏沐云布的局。我看这个印，还有这些所谓的兵马都是假的。这刚才我在犒军宴里才见过副将大人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哼，那又怎么样？谁知道这个副将大人和这些官兵都是什么人？说不定就是苏沐云这个贱妇请的戏子。既然苏沐云图谋不轨，那他肯定不是一个人，这些人肯定都是他们的同伙。没错，大将军名叫霓凰，跟着苏沐云八竿子都打不着，怎么可能是一个人？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敢质疑本将军？哼！你说这是大将军印，谁不知道这印下面刻着护国安邦4个字？你敢让我们验看吗？混账！本将军的将军印也是你能看的。我看你就是不敢让我们看，这些人肯定都是假的。不愧是知府大人的女儿，还是莲儿见多识广啊！我就说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有出息，原来都是装的。对，我相信干爹干娘，他们都是演的，他们演的可太像了。事到如今还执迷不悟，好，我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没有字。什么？这印是假的？苏沐云，没想到啊！苏沐云，没想到吧？青龙，你干什么？闭嘴！青龙也是你教的，你不过一介贱妇混迹军营，也想冒充霓凰大将军？你说什么？这3年你在军营里面陪吃陪睡，人尽可夫。不要以为你陪我睡了几晚，我就能配合，休想！青龙，原来你早有谋逆之心，可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背叛我是没有好下场的。贱妇还敢胡说八道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舌头割下来？哼，苏沐云，现在一切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嘴硬？哼，明明就是你自己一无是处，名声败坏，
还妄称大将军，你这是死有余辜，理当问斩。哼，砍他们的脑袋太便宜他们了。依我看，应该把他们母女送去万蛇谷，让万蛇缠身受尽折磨，尸骨无存。还是莲儿想得周到呀，这样正好解我们的心头之恨。青山，派人把他们送到万蛇谷。是。快些！大将军还等着皇上的圣旨呢，别耽误了时辰，快！是，加快速度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儿，是娘没保护好你。不，妮儿只要跟娘在一起，死也甘心。不，娘儿，我们不能死。娘发誓，一定带你杀回周家。那些欺辱我们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住嘴！气得骨头说什么呢？等到了万蛇谷，我要让你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是吗？谁死还不一定。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娘儿，快跑！别管娘！不，妮儿死也要跟娘在一起。娘儿，快跑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娘！陈一下，求你们救救我娘！大胆！什么人敢拦咱家的驾？没事没事，我家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各位。分头行动，我先带这个小众回去。你们现在去砍了苏明的脑袋，回收坟上。是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哪有用刀剑教育孩子的？大将军，这是在哪儿？杨公公，大将军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郴州城外的驿站呢。我居然还活着，念儿呢？我的念儿在哪儿？将军放心，小姐安然无恙。娘，你流了好多血，娘好害怕。念儿不怕，有娘在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大将军，那个劫持小姐的苏青山已经被当场杀了。州府的事儿，咱家也都知道。没想到你以军功荣耀夫家，却遭到他们的毒手。杨公公，还请你派人帮我照顾好念儿。念儿，他们会照顾好你的。大将军有何打算？此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还请杨公公明日回京，帮我替皇上起一道圣旨。明日我再找他们报仇雪恨。大将军，小人已经探查清楚，周玉良在丰满楼设下了升迁宴，郴州大小的官员都会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等小事不需要大将军亲自出马，我们就能一刀杀了他们。一刀杀了他们，太便宜他们。我不仅要杀人，更要诛心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给他的，我也能全部收回。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绝望致死。走，去丰满楼。是。恭喜周大人高升啊！听闻皇上特派杨公公来郴州宣读圣旨，霓凰大将军要亲自册封您为兵部侍郎，这真是我们郴州的荣耀啊！玉良能有今日啊，全凭知府大人的提携，还有莲儿的鼎力相助。哼，还是月亮哥哥自己有本事，莲儿只不过是顺手为之。玉良能娶莲儿，是我们周家列祖列宗保佑。青山怎么还没回来？苏慕云到底死了没有啊？放心，我已经嘱咐过苏青山了。
路上如果有任何意外，直接动手杀了他。玉良，今日是你升任兵部侍郎大喜之日，别提那个晦气的女人。对了，莲儿，亲家公怎么还没来呀？我爹说兵部的委任书已经收到，他马上就过来，一起恭迎杨公公和大将军宣读圣旨。这以后咱们就能安享富贵了。丰满楼还有多远？大将军，前面就是丰满楼，一会儿见了周玉良，不知道他是何等嘴脸。周玉良，还有那些忘恩负义、攀高踩低、仗势欺人之徒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玉兰哥哥，那辆马车是由禁卫军侍卫守护，里面肯定是大将军。大将军终于来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了。走。大将军驾到，尔等还不跪迎？恭迎护国大将军。护国大将军亲临郴州宣读圣旨，这是我周家祖上积德啊，更是郴州百姓的福分啊！你就是周玉良？这声音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啊？真是小人，小人感念皇恩浩荡，更是感谢护国大将军提携之恩啊！永世不忘。是吗？你这升迁宴好大的排场，我也想进去好好热闹热闹啊！玉良哥哥，这个声音我怎么好像在哪听过？是啊，难道我们曾经见过？放肆！未经大将军应允，尔等竟敢窥视！小人不敢，我等在此恭候大将军多时，只想一睹大将军的尊容，还望大将军恕罪。想见我，自然会给你机会。玉良，我看见大将军的背影，怎么也觉得有些熟悉。是啊，但是我从未见过他呀。伯母，月亮哥哥，咱们在大将军面前可不敢造次，什么也别问，什么也别想，跟着就是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周玉良，你的升迁宴还真是奢华呀！看来兵部侍郎之位，你是势在必得了。下官的升迁全凭大将军一句话呀！今日的升迁宴都是为了迎接您啊！您身份何等尊贵，把这些怠慢了您。我这护国大将军是皇上亲封的，自然尊贵。可是我在前线上阵杀敌，饥餐露宿，你们却在这安享太平，夜夜笙歌，还真是心安理得啊！大将军，您护国杀敌的恩德，我们日日感念在心，岂敢忘怀。是啊，老身虽然在家，却日日念经祈福，求菩萨保佑大将军和将士们能够平安凯旋呐。是啊，每每思念到大将军和战士们的出生入死，我就心如刀割，泪如雨下呀。你的心还会痛？本将军怎么听说你的结发妻子待你从军3年，受尽艰辛归来，你羞辱于他，还一纸休书将他赶出家门，还想杀人灭口，斩草除根。什么是这样啊？哎，绝无此事！大将军，别听他们谣传，本官以性命担保，绝无此事啊！你的誓言还真是张口就来。周玉良，那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苏慕云，苏慕云，你没死啊？大将军怎么可能会是你？周玉良，我早已将真实身份告知于你，可是你一心攀附权贵，知道我身无寸功，便污我名声，让我尸骨无存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让你亲手感受一下，我亲手收回你的荣华，让你感受从云端到地狱的痛苦。
这个将军是女的。月亮哥哥，你别信他，在周家他就冒充大将军，被副将大人当场识破，是你公正无私、大义灭亲。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被这个贱妇给唬了？苏慕云，你这个贱人还真是命大！我们没上门找你，你自己倒送上门找死。怎么，在哪里捡了这身盔甲，雇了2个戏子，又来冒充大将军？没错，你这贱妇就是记恨我而休了你，故意来这里搅局，真是死不足惜。他就是苏慕云啊，那个出了名的荡妇。诸位见笑了，此女乃我糟糠前妻苏慕云，在外鬼混3年，我早就已经休了她。现在看我前程似锦，便回来捣乱，真是恶毒至极。苏慕云，月亮哥哥已经把你休了，你还胡搅蛮缠，故意捣乱，真是个恬不知耻的贱人。苏慕云，这升迁宴是我儿欢迎大将军，岂是你这贱妇能随意来的？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哦，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周大人赶紧治她的罪吧。对啊，放肆！再敢对大将军不敬，格杀勿论！你们2个小戏子还敢陪他演戏？哼！我即将上任兵部侍郎，弄死你们，轻而易举。没错，在郴州有我爹和月亮哥哥联手，他们就是法就是天，随便一句话就能定你罪，砍你们的脑袋。你们依仗权势就想只手遮天，可是这天底下还没有人能治我的罪，倒是我能置你们于死地。今天这升迁宴由我而起，也该由我亲手终结。荒唐！你这个贱妇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就凭你能奈我何？苏慕云，像你这种水性杨花、祸害夫家的荡妇，就应该进猪笼，在粪坑里活活被呛死，以示正听。你不过是个娇生惯养的废物，也配在我面前狂吠？你竟敢打我！月亮哥哥，快把这个泼妇处死！别说周玉良，就算你那个当知府的爹，在我面前都不够格。哦，好大的口气，知府都不够分量，那再加上本官这个布政使呢？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您，哈哈哈哈哈，狂妄至极！那再加上本都的这漕运总督3位朝廷命官，难道杀不了你一个堂下贱妇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们都不够格。混账东西！这里都是郴州权贵，城外有10万大军驻守，他们手里的沙都可以埋了你。就凭你，也敢跟我们作对？苏慕云，我今日就让你有来无回！报！吴将军，前方探子来报，霓凰大将军的10万大军在郴州疑似兵变，大将军生死不明。什么？立即准备兵马，随我奔赴郴州。你们想用权势压制我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你们不是盼着圣旨吗？没问题，那我就在这里坐着，看着你坠入深渊。苏慕云，你放肆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坐这个位子，你知道这个位子是谁的吗？这个位置可是给真正大将军准备的，你这种败坏货也配坐？还不快滚下来！今日我就做了，你能如何？香来。是。1炷香之内，我要让你们的升迁梦和权势都烟消云散。放肆！苏慕云，你竟然敢毁了我的升迁宴！等杨公公和真正的大将军过来之后，就扒你的地，剥你的皮。你说的大将军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至于你说的杨公公，在我面前也得跪下听我调遣。你竟然对杨公公和大将军出言不逊！等杨公公和大将军来之后，叫你五马分尸也不为过。我儿当初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么一个祸害，现在被休了也不安生呢。玉良哥哥，不能再让他继续发疯了，你的升迁宴都要被他毁了。现在就立刻杀了他。苏慕云，你看吧，莲儿只会考虑我的前程，她用她的地位和她的人脉帮我周旋。如今我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权势，而你只会拖累我，毁了我。苏慕云，今日就要亲自送你上路。
老爷，姑爷的官符和官印已经提前备好了。好，兵部的委任状已经送来了，只等着杨公公和大将军宣读圣旨。到时候，一连就是侍郎夫人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啊！老爷高明，属下有一事不明，您怎么能未卜先知认定那个周玉良能够步步高升呢？周玉良出身贫寒，但这3年他总是被重用，仕途连升3级，一路坦荡，可见他身后一定有一位大人物关照。我要是能结识这位大人物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高啊！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丰满楼。周玉良，原来你在意的不过是一顶乌纱帽，可是你这个脑袋是戴不上乌纱帽的，只会让你身首异处。你放肆！我这个兵部侍郎，哪是你这个无权无势的继父可以去妄议的？像你这种底层的垃圾，就如同地上的蝼蚁，我们这些权贵随时可以踩死你。苏慕云，圣旨一到，玉良将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既然你们如此在意权势，那我就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被权势压制的绝望和痛苦。月亮哥哥，他苏慕云当众侮辱杨公公，还侮辱大将军，那可是灭九族的死罪。现在你就将他剁成肉酱，到时候也好在大将军面前邀功啊。莲儿说的对，等杨公公和大将军到了，知晓你的真心，必定向皇上美言，对你更加委以重任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血溅升千宴。苏慕云，拿命来！想杀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好大的口气！那我10万大军又如何？苏慕云，今日你爹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副将大人，你可总算来了。苏慕云他冒充大将军，你绝对不能放过他。苏慕云，副大将军统领10万大军，分分钟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。这个贱妇真是不知死活，识趣点，乖乖束手就擒，也省得我动手了。青楼，你从背叛我的那一刻就应该知道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而已，竟然敢威胁我！如今10万大军在我手，我看你怎么说！我是皇上亲封的护国大将军，你背叛我，就是犯上作乱，就是背叛皇上，背叛大夏。苏慕云，你冒充大将军才是欺君罔上，副将大人杀你也是天经地义。众将士听令，捉拿逆贼，就地正法。是。赵铁牛，当年在黑风山遭遇不测，被敌人围陷，是你带弟兄们杀出重围，我都记得。赵万山，当年我们在燕山杀退敌人上百次进攻，是你死死守卫军旗。刘长春，当年我们断水断粮7天7夜，是你分了半块干粮给我。各位兄弟们，你们的恩情我都记得。你们耳朵聋了吗？违抗军令者斩！将士们，你们不是青龙的私兵，而是大夏守土卫国的战士。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？大夏将士九死无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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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刀刃向谁？但凭良心，吾等知罪，愿跟随大将军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才是大将军，我手握生杀大权，违抗军令者斩！你们竟然敢背叛我！青龙，他们没有背叛你，只不过在捉拿叛贼。当年围困在山里，我为了救你，连中3箭。在燕山，
我为你挡了一剑，毒入肺腑，险些丧命。是与不是？我救了你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对你来说那可能算是恩情，可对我来说那就是耻辱。凭什么我堂堂气质男儿要给你做副手，而你这个女子却能做护国将军，永远骑在我的头上？这跟我是不是女人无关，是你在觊觎我大将军之位。是又怎样？大夏将军本来就应该是我，霓凰，我不服。压下去，军法处置。是，走。霓凰，你真的是大将军？霓凰，难道你真是大将军？玉良，你糊涂啊！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苏慕云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，这淫荡娼妇就会勾引男人。就是，苏慕云，你这3年里是不是跟10万将士都睡过？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给你狼狈为奸？可是副将大人刚才说了，他就是霓凰啊！玉良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啊？你刚刚没看到吗？是那几个士兵用刀架在副将大人的脖子上，副将大人被迫无奈，才不得已配合他撒这个谎。莲儿说的对，苏慕云一次次冒充大将军，就是不甘心自己被休，还想浑水摸鱼害死我们全家。玉良哥哥，现在无论他是不是霓凰，咱们都要一口咬定他是骗子，尽快给他除掉。还是莲儿想得周全啊！我们绝对不能给苏慕云任何机会。真是死不知悔改的东西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都说了，兵部侍郎这顶乌纱帽，你是戴不到头上的。何人在此大放厥词？何人在此大放厥词？爹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女儿和女婿都快被他欺负死了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坐在大将军的主位上？难道你是？不错，我就是护国大将军霓凰。白知府还不跪拜？下官白福堂拜见大将军。爹，他哪是什么大将军啊？他是被玉良哥哥休掉的糟糠贱妻苏慕云。什么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不能乱说。老身可以作证，亲家公，这苏慕云常年混迹军中当娼妓，刚才还勾结几个士兵把副大将军给绑了，他还想毁了玉良的升迁宴。是啊，岳父大人，苏慕云他简直无法无天，他不仅想破坏我的升迁宴，而且他还当众辱骂杨公公和大将军，简直该死！大胆贱妇，竟敢如此放肆！白知府，本将军就在你面前，你还要听信周玉良和白碧莲的鬼话？我女儿是金枝玉叶，我女婿是兵部侍郎，你一个没人要的贱货，只配在底层跟野男人厮混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怪不得白碧莲这么嚣张跋扈，鸠占鹊巢，原来是有你这么个混账爹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放肆！少在这里跟我装腔作势！你说你是大将军，拿出证据来，让我看看。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你要的证据和结果，你们都会看到。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冒牌货，想一心毁坏我女儿女婿的前程。有本官在此，你休想！没错，苏慕云，你不要以为你勾结几个官兵去背叛副将大人，你就真的是将军了。哼，等圣旨一到，我兵部侍郎便可操控万军，让你死于万刀之下。周玉良，你当兵部侍郎的黄粱一梦该醒了。你哼，苏慕云，你大闹升迁宴，巴不得月亮哥哥不能荣华富贵，可惜你得不了逞。没错，我女婿被委任兵部侍郎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谁也改变不了。
苏慕云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哼，这是本官接到的委任书。苏慕云，给我听好了。兹委任周玉良为兵部侍郎，3日内赴京任职。啊，真的？这是我的委任状。这是皇上御赐、朝廷颁发的正式文书。我儿终于可以光宗耀祖了。苏慕云，你这个被休的弃妇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竖起你的狗耳朵，认清现实吧。这下拨云见日了，周兄果然高升兵部侍郎，真乃实至名归啊！今后还请多多照拂。真是可笑，苏慕云还敢冒充大将军，这下被当众拆穿了吧？还有脸待在这儿？各位，这下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跳梁小丑了吧？苏慕云，这就是你当众被打脸的下场。不急，谁会笑到最后，谁会被打脸，我们等着。余良，不用理会这个疯女人。兵部侍郎官居3品，乃是京官，以后你在金銮殿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岳父为你备好了官印和官服。知府大人，现在圣旨尚未到，我现在更换衣服，是不是与理不合呀？玉良哥哥，你也太谦谦公子了。如今委任书已经在这里，圣旨也只不过是走走流程，何不让大家一睹你的风采？也让某些人干瞪着眼看着，气得吐血。是啊，玉良，娘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你兵部侍郎的威风了。请吧，侍郎大人。本官上任兵部侍郎，必当鞠躬尽瘁，报效朝廷。当然，也要铲除奸贼。这一个就是你，苏慕云。苏慕云，你冒充大将军，扰乱本官升迁盛宴，本官让你立即下跪认罪。苏慕云，你的把戏早已被识破，还不认罪伏法？我儿子是兵部侍郎，现在他一句话就能定你的死罪。苏慕云，你再不认罪，本官将你押入大牢，大刑伺候，叫你生不如死。苏慕云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跪还是不跪？周玉良，你穿这身官服不觉得心虚吗？你长这方官印，不觉得烫手吗？哼，可笑！本官上任兵部侍郎是靠自己的本事，是靠莲儿和知府给我保驾护航，是离皇大将军给我的赏识，是皇上给我的恩典。我为何心虚？为何烫手？可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私穿官服，私掌官印，这可是死罪。苏慕云，你冒充大将军的死罪我还尚未追究，你还在这里给我胡言乱语，给我定罪，真是死不悔改。苏慕云，你看到玉良哥哥官升3品，彻底慌了是吧？只等圣旨一到，玉良哥哥马上就能走马上任，到时候我看你还如何嚣张。没错，你一个底层贱妇说的话，难道比朝廷的委任状还管用吗？苏慕云，本官今天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看清楚，这委任状上有真正大将军的鹰印。这鹰印是我亲自盖上的。我当时想着，我要用我的军功换我夫君的平步青云和荣归故里，可没想到却成为你这个白眼狼的炫耀和背叛。我现在留着又有何用？你这苏慕云，你疯了！这是朝廷给我的委任状，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、诛灭九族的死罪，就算给你剁成肉泥，都无法赎罪。这委任状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张破纸，
我倒想看看你试图尽毁、希望破灭的样子。疯了，你彻底疯了，连朝廷文书你都敢毁！玉良，他毁的可是你的前程啊！苏慕云，你这毒妇，你得不到玉良哥哥就要毁了他是吧？岳父大人，现在委任状已毁，要是杨公公和大将军问起来，我们该如何交代？别怕，无法交代的是这个贱妇，她当众拿刀劈毁了委任状，妄图阻挠朝廷任命，其罪当诛。没错，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月亮哥哥，你不用担心，委任状虽然被毁，但是大将军和杨公公都已经宣读，你照样可以赴京任职，做你的兵部侍郎。不错，死罪的苏慕云也不可阻挡我的仕途，只要圣旨一到。你还不死心？周玉良，不会有你胜任的圣旨，我说的。圣旨到。你看，打脸了是吧？你说没有圣旨，可圣旨到了，你死定了。那我们走着瞧。圣旨到。跪迎接旨。恭迎圣旨。周玉良何在？啊，杨公公，在下兵部侍郎周玉良。放肆！周玉良，大家的圣旨还未打开，大将军之名还未宣读，你便自封兵部侍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公公交情的事，小人造次，小人只是欣喜失言，还望公公恕罪啊！周玉良，你是食言吗？大家看到你这官服都穿上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小人知错了，小人这就脱。你这个贱人，公公在此，圣旨当前，你还不下跪？杨公公，此贱人大逆不道，忤逆皇上，我这就将他处死。放肆！大家还没有说话，你大呼小叫干什么？杨公公，我夫君只是担心这个贱人冲撞了您老人家。他刚刚不也说了吗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统啊！苏慕云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见了杨公公不下跪，害得连累了玉良哥哥被打。我看你就是诚心的。我就是诚心的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！好，既然你承认了，我就把你所有罪行都告诉杨公公。杨公公，这个苏慕云罪大恶极，应该被五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公公明鉴，这个苏慕云疯癫恶毒，我这就将他拿下，交给公公处理。你们两个都说完了吗？还有你，大家今天是来宣旨的，不是来听你们啧舌的。杨公公息怒，老身明白了，定是杨公公知道这贱妇是我儿被休掉的糟糠之妻，不配在此玷污圣厅，是我们不懂事。苏慕云，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快滚出去！别在这脏了杨公公的眼睛。杨公公，我们周家早就跟这个贱妇断绝关系了，我这就叫人把她押出去，听候发落。你快宣读圣旨吧。放肆！你个老不死的，难怪你儿子如此混账，原来是有你这样一个混账的娘。你们身边的这位，就是你们周家祖坟冒青烟也请不来的贵人，你们却狗眼看人低，仗势欺人，辱没其名，你们该当何罪？这贵人，贵人，杨公公，在下女婿周玉良乃是圣上钦点的兵部侍郎啊，您这不是来给他宣读圣旨了吗？怎么维护起苏慕云这个贱妇来了？白知府，你是怕自己少了一巴掌，还是想教大家如何做事？现在你们都没有话说了吧？
公公，可以宣读圣旨了。慢着，杨公公，这圣旨只有真正的大将军才可以宣读。这苏沐云是一个冒充大将军的骗子，您老不会也被他蒙骗了吧？是啊，杨公公，你不了解苏沐云，侮辱夫家，水性杨花。我休了他之后，冒充大将军，还斩毁了这个伟人状，更是藐视圣旨，欺瞒公公。对呀，杨公公，您不能让这种人玷污了圣旨啊！公公，我看不如您来宣读这个圣旨吧，可以让我儿玉良这个兵部侍郎来严惩苏沐云，如何？放肆！我看你们几个是想造反，该杀的是你们几个。这圣旨的确应该由大将军亲自来宣读，可是大将军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却不认，请护国大将军霓凰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郴州都领周玉良革籍革去一切职务，贬为庶民。周氏一族勾结郴州知府白福堂及其女埋碧莲，诬陷造谣，陷害忠良，草菅人命，罪不容赦。交由霓凰大将军全权处置，严惩不贷。钦此。什么？革去一切职务，贬为庶民？这怎么可能？苏沐云，你怎么可能会是霓凰？假的，这圣旨一定是假的！苏沐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伪造圣旨！你想害死玉良哥哥，害死我们全家！放肆！敢违抗圣旨，难道你要谋逆圣上吗？苏沐云伪造圣旨，他才是忤逆圣上。杨公公，你到底受了这贱妇什么妖术？怎么敢听信他的鬼话？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一睹圣旨，看好我宣读的分毫不差。难道是真的？难道他真的是霓凰大将军？我不相信，他不可能是。大将军将如何处置这些畜生？白碧莲诬陷本将军违抗圣旨，先割了他的舌头。是。慢着，苏沐云，就算你真的是大将军，你也不能伤害莲儿。杨公公，这也太荒唐了吧！一个贱妇摇身一变，怎么就成了大将军了？这圣旨是从哪里来的？放肆！你竟然敢怀疑皇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，我们不该怀疑皇上，但我们怀疑你。杨公公，是不是你和这个贱妇一起勾结，伪造圣旨？什么？疯了！你们竟然敢怀疑咱家！苏沐云这个贱妇最擅长勾引男人心魄，没想到连你这半个男人都没放过，恶心！反了！你们这是要造反！看谋反的是你们！玉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你被苏沐云唬住了吗？玉良哥哥，难道你真想坐以待毙？他若真是霓凰，你我还能活得了吗？这都什么的女儿，家里有3000官兵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们给宰了。孩子，你清醒清醒，保命要紧呐！对，无论他是不是霓凰，我都不能死在他手里。诸位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圣旨必有蹊跷，一定是这个贱妇和这个太监勾结在一起，想对我们赶尽杀绝。在座的非富即贵，怎么可能他们说杀就杀呢？咱们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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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拼了！大胆！你们竟敢对大将军有不轨之嫌！你闭嘴吧！你个阉人，敢在本官面前胡说八道！你竟然敢顶撞咱家！哼！杨公公，我们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是继续选择跟着贱妇同流合污，还是弃暗投明跟随我们？杨公公，你选择跟这个贱妇站在一起，还想走出郴州？来人！混账！大将军守护大夏，功勋卓著，你们不配跟大将军相提并论。哪个敢伤害大将军，就从咱家的身上踏过去！拿下这些反贼，把罪名都扣在他们头上，朝廷重重有赏。大将军，我们怎么办？
不必惊慌，有我在，凭这几块肉还翻不了天。谁先砍下苏慕云的脑袋，赏千金。杀！啊！谁敢动大将军？谁敢动大将军？关山玄甲军武麒麟参见霓凰大将军。武将军，快请起。武将军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那帮人要忤逆造反。收拾这几个阿杂之徒，还用不着大将军亲自动手。武将军，我周玉良乃是皇上亲封的兵部侍郎，你擅自调兵来郴州，还勾结这个奸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混账！你就是周玉良，我以为大将军嫁的什么良人，原来就是你这种货色，竟敢忤逆大将军，找死！苏慕云，你还真是会勾引男人，这也是被你睡过的野男人吧？既然你要和他陪葬，那你就受死吧！上！郴州叛乱之徒以悉数擒获，还请将军处置。武将军，将所有人关入大牢，明日送入刑场。宋慕云，这就是你的阴谋，对不对？周玉良，是你自己走上绝路，还怪我？既然你是霓凰大将军，为什么一开始回家的时候你不说？你为什么不亮明身份，没有拿出你的军功跟赏赐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陷我于不义，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，对吗？我的真实身份早已告知于你，可是你相信过一次，你只会相信那些帮助你升官发财的权贵，而我替你从军3年，在你眼里只是一文不值。求大将军饶命啊！下官也是受了他们的蛊惑，一时糊涂，才冒犯了你。求大将军饶命！求大将军饶命啊！白福堂，你一个堂堂知府，还会受人蛊惑？是啊，我是被他害了的。爹，你说什么？混账！爹，你打我！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畜生，你竟然敢说大将军是贱妇！他老人家是皇上亲封的护国大将军，还不赶紧磕头给大将军谢罪！亲家公，你怎么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？什么外人自己人？我知道，霓凰大将军是我的恩人。你个老东西，还不跟白碧莲一起给大将军磕头谢罪？磕头！岳父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住口！谁是你的岳父大人？本官与你们周家不过是泛泛之交，哪里来的亲戚？少在这里胡乱攀扯！白福堂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匹夫！当初是你女儿看上我儿子，也要塞给我儿子当偏妻的，你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你胡说八道！本官从未拱手让出女儿，分明是你们玷污了我女儿的清白，强行把她娶进家的。知府大人还真是混迹官场的一把老鼠，知道明哲保身，见风使舵。你以为你翻脸慢了，老命不保？爹，无毒尚不识字，你怎么能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又蠢又坏的女儿？你说你抢谁的夫君不好啊？偏偏要抢大将军的夫君。本官若不是为了维护你，怎么会得罪大将军呢？爹，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罪行都推到我身上？老子熬到今天的位置不容易，不能被你拖累了。大将军，下官这就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为您老人家出气。爹！闭嘴！
我不是你爹。从此时，我与你断绝父女关系，你的生死再也与我无关。大将军，白碧莲罪不可赦，老夫也与他断绝了父女关系，求大将军饶老夫一命吧！你们还真是一窝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你呢，周玉良，你知罪了吗？娘子，我错了。看在我们夫妻10年的情分上，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谁是你娘子？周玉良，我替你从军3年，我用所有的军功换取你的仕途。可是你呢？你忘恩负义，为了攀附权贵，抛妻弃子，毒害女儿。你一次一次陷害于我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你现在明明知道我是大将军，还想着违抗圣旨，谋反杀我。你让我怎么办呢？那是白碧莲逼我写的，她故意陷害你，也是她害的你。娘子，我也是鬼迷了心窍啊！月亮哥哥，你别叫我，听你叫我都觉得恶心。就是你，娘子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你现在也要让我去顶罪？你放屁！就是嫉妒慕云是我的正妻，就想抢她的正妻之位，逼迫我陷害慕云。我现在就杀了这个贱妇！周玉良，你发誓说此生只爱我一人？说过又如何？你去死吧！慕云，我已经帮你报仇了，我杀了这个贱妇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，只要毁掉那休书，就一定不算数。你还是我的娘子，我还是你的相公。你现在肯认我，晚了。不，我娶你的时候是一穷二白的，你现在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保证8抬大轿娶你进门，玩得风风光光的。周玉良，你就是个卑鄙无耻、反复无常、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你这些鬼话到阴曹地府说去吧。武将军在，将所有人收押。遵命。小时候，我们一起在青云山上跟着师父学艺，每天朝夕相伴。若不是北京战事骤起，你我或许不会分别这么多年。当年我只当你是最可靠的师兄，后来我嫁了人，只当是良缘天地。可没想到，我选错了人，嫁给了一个负心汉。你已经离开周家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慕云，我知道我们此次重逢绝非偶然。等了却眼前事情，为你讨回公道，我定会求皇上赐婚。我从未想过男女之事，如今战事已定，我只想带着念儿平安度过一阵子。我会一直等下去的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新生人那个侍郎啊！对，就是他们，活该！我代夫从军3年，浴血杀敌，当上大将军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斩杀夫君满门。孙慕云，你居然要杀我！我可是你夫君啊！这世上，一个妻子变绝情的原因只有一个：被他的良使逼成女修罗，忘恩负义之辈，都该死！
刀下留人！严公公，这是为何？皇上又传来圣旨，让你交出兵权，把周玉良押送回京。什么？皇上，臣处置谋害发妻、企图谋逆的罪人，皇上为何不准？还想让臣交出兵权，卸甲归田？臣不解，还请皇上明示。朕知道你是为了讨一个公道，只是此事牵连甚广，关乎礼法人伦，朝野议论纷纷。臣想请问，究竟是何人在议论？是老夫。老臣参见圣上。霓凰将军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，果然是英姿飒爽。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当年老夫随太祖皇上打下这江山，如今守江山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郑国公，您过誉了。我就想问一句，您认识周玉良吗？老夫不认识什么周玉良，老夫劝谏皇上也并非针对大将军，而是我大夏乃礼仪之邦。所谓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，此乃天经地义，伦常所在。霓凰将军，公是公，理是理，不可混淆。那郑国公，您可知周玉良以下犯上，企图谋逆？以下犯上，你虽为大将军，但于周家人而言，你是人妻。若因一己私怨，屠了夫家满门，这纲常于何地呀？若天下妇人皆效仿，家将不家，国将不国呀。可是皇叔，朕已听闻，周玉良早已给苏慕云写下了休书啊。哦，是吗？休书何在呀？拿来老夫看看。休书已被我当场撕毁。既已撕毁，如何为证？按照大夏律法，你们二人仍是夫妻。苏慕云，你说对吗？郑国公，你只知道礼法纲常，可知道周玉良犯下如此罪行？此等忘恩负义、趋炎附势、谋害发妻之人，依法当斩，依情当诛，何来家务事而言？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啊。这为国戍边，在外3年，你夫君娶平妻，打理家业，也情有可原。至于你们女子之间争风吃醋，白碧莲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我苏慕云掌千军万马，守的是国门，争的是山河，岂会和一个妇人生一个负心之徒？若不严惩周玉良等人，国法何在？军心何存？圣上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升平，霓凰将军在外征战，劳苦功高，应当荣归故里，方才彰显圣上的去臣之恩，如此才皆大欢喜啊！圣上，好了，两位爱卿皆是为国着想，不如各退一步。苏慕云，交还兵权，再给周家一次机会，就这么定了，不必在意。臣领旨。多谢国公爷救命之恩。多谢国公爷，国公爷是小人的再生父母。起来吧。小人何德何能，竟让国公爷替我求情？你，既无德又无能，老夫不让你们死，只有一个原因：苏慕云。这免死金牌是苏慕云军功换来的，可他是替夫从军，这金牌理应给你。记住，
你是他的丈夫，教训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。国公爷指点的是。拿着你的保命符，滚回你的周家去。以后让苏慕云安分些。一个女流之辈，凭什么统领大军？是，小人明白。白福堂，听说苏慕云逼死了你的女儿，这你能放过他？回去之后依计行事，要让苏慕云死在郴州。国公爷，这弑杀朝廷功臣，万一要被查出来，怕什么？出了事，老夫替你担着。若是不肯，老夫现在送你回刑场。不，下官听您的，听您的。弄死苏慕云，凭什么？圣上收回你的兵权，还让你回周家？慕云，你不能同意啊！君命难违啊！圣上刚刚登基，难免受这些老臣掣肘。郑国公这个老匹夫，仗着自己是3朝元老，躺在功劳簿上作威作福，见那个小女子立下不世奇功，便嫉贤妒能。他要是嫉贤妒能就罢了，可我怀疑他逼我交出兵权，卸甲归田，另有目的。等我回周家看看，他们给我准备了怎样一出好戏。哼，他苏慕云当上大将军又如何？还想把咱们周家满门抄斩？呸！这圣旨一下，有国公爷撑腰，他还不是得乖乖回来给我们周家当媳妇儿？这天下也是讲王法论纲常的。娘说的没错，有这免死金牌为我保全，我看他苏慕云怎么嚣张。到时候回到州府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握着，到时候看我怎么好好治他。站住！苏慕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这皇上让你回周家，你看到婆母不行礼问安，就想这么过去了？我是奉旨回周家，但不代表你们可以挑战我的底线。你们要是再敢越雷池一步，我照样可以杀你们。哼，要我的命！苏慕云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可是免死金牌，是用你的3年军功替我换来的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你这是藐视圣恩，欺君罔上。你还有脸提我的军功？哼，这有什么没有脸的？你代服从军3年，自然就是替我立的。哼，这荣耀，这赏赐，本该就是我的。就是，而你没了兵权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在我周家一天，就得守我周家的规矩。没错，周家的规矩就是夫为妻纲，你必须得听我这个夫君的。哼，周玉良，你觉得一块破牌子就能保住你的狗命？我要是真想杀你，你觉得是我的刀快，还是圣旨快？大不了我一个人灌你们周家满门。是，大将军你是不怕死，可是念儿呢？他也不怕死吗？混账！你敢用念儿威胁我？威胁你怎么了？那个小野种在哪儿？让他赶快滚回来！他好歹也是我们周家的血脉，你不是要满门抄斩吗？他也跟着一块死！你要是再敢提念儿一个字，你信不信我掐断你的喉咙？苏慕云，这是你婆母，你还不放开她？免死金牌免死，但是不免打。玉良，你看他，这哪是儿媳妇呀？这分明就是阎罗王嘛！连免死金牌他都不怕，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在府里作威作福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我饶过他，这个功夫也饶不了我们啊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治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有。啊？知府大人，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是给我死去的女儿碧莲报仇。
碧莲那件事是因为苏慕云他陷害我当时也是怕碧莲说错话，刺激苏慕云，所以我才拦住他，没有想到失手。没错，亲家公，是我们周家对不起碧莲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苏慕云那个贱妇。行了，碧莲是怎么死的，我心里有数，说这些没用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苏慕云。对。想要弄死一个失了势的妇人，法子多的是，但是最解气、最能让她永不能翻身的，莫过于让她身败名裂，死了都带着一身污名。大人有何高见？你是苏慕云的夫君，可以大张旗鼓地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归家宴，广发请帖，到时候把归家宴变成卖身宴，当众竞价，谁给价高就给谁睡，彻底毁了他的名声，让他成为娼妓。好主意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绿帽子戴的也太大了吧？岂不是活王八了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现在最大的价值就是当王八，如若不肯，那就下去陪我的莲儿。不，只要能让苏慕云身败名裂，我愿意。愿意。感谢诸位赏光，来参加我妻子的归家宴，周某不胜感激。我这儿媳妇呀，不容易，代父从军吃了3年苦，我们周家定会好好对待她，补偿她。周家仁厚，老夫人慈爱，苏慕云有福气啊！各位，里面请。请。这周家也不像苏慕云说的那样啊。皇上，叫老爷。现在朕是微服私访，是皇四爷。是老爷。您来这周家是想？是老爷我让苏慕云交还兵权，归返周家。我心里一直不踏实，万一将他退回虎狼之窝怎么办？所以老爷我得亲自来看看才行。谁让你给我办什么归家宴的？这苏慕云怎么对待周家人？慕云，你消消气，郴州百姓都来为你庆贺，大家心里都记挂着你啊。慕云，慕云啊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，往后啊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我征战归来要庆贺，也是在军营里和将士们庆贺，而不是在周家当一个被拿捏的儿媳。慕云，今日宾客盈门，你何必说这种伤和气的话呢？大家也是一片好心。我这做婆婆的，费心费力张罗，就想让你开心一点，你怎么就是不领情呢？哼，你们也配！果然是眼见为实啊！苏慕云这脾气也太大了，我看周家这一片好心都被他当成驴肝肺了。老爷，您打算怎么做？你们两个在外面等着，老爷我要进去看看苏慕云在这场归家宴上是什么样子。是。各位郴州百姓，今日高朋满座，周某不胜感激。在此，我要郑重地感谢我的娘子苏慕云。当年慕云深明大义，代夫从军，是我周玉良心胸狭隘，听信他人谗言，误会了他。我混账，我糊涂。慕云从军3年，在军中受了不少苦，立了不少军功。他用命博来的这些军功和赏赐，都记在了我这个不成器的夫君名下。我周瑜良何德何能，有妻如此？是啊，多好一对良人啊！周玉良当众低头认错，看来他对苏慕云
真有几分愧疚和弥补之心。可苏慕云为何毫无反应，也未免太狠心了，不像话。墨云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待我儿从军，光要我周家门楣这杯茶，我替列祖列宗敬你，更谢你宽宏大量，肯回我们周家。哼！我跟玉良都知道错了，你喝了这杯茶，往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往后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啊。好，喝了就好。茶也喝了，现在有些事情我要跟大家说清楚了。今天这个归家宴，我让我的妻子苏慕云给大家找些乐子。哼。周玉良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皇上已经撤下了苏慕云的军衔，也撤下了苏慕云的护国大将军。现在苏慕云除了周苏氏的名头，他还有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是。所以，作为苏慕云夫君的我，作为周家家主，我今天举办的这场卖身宴，卖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苏慕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苏慕云，你害我灵儿惨死，还想让我周家满门抄斩！你这样心如蛇蝎的女人，怎配在我周家？诸位帮我们评评理。这个贱妇仗着自己有军功，目中无人，忤逆尊长，杀害平妻，她还想弑夫灭门。我们周家容不下这苏慕云，必须清理门户。明明是你血口喷人，诬陷我，还要下药来污蔑我，这怎么能算污蔑呢？皇上既然让你回到周家做我媳妇儿，那么我作为你苏慕云的夫君，就有权利掌控你的一切。各位，苏慕云是曾经的护国大将军，稀罕我。大家如果想尝尝滋味，尽管出高价。混账，还拍卖发妻，这简直是为所欲为，害人羞辱。周家人果然畜生不如。我看谁敢！周玉良，你找死！哼！大家看看，这是皇上御赐的免死金牌。他苏慕云敢动我分毫，就是藐视圣上，欺君罔上，罪加一等。周玉良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喝了软筋散，变得软手软脚，还不是任人摆布？哼！在场的各位，只要你们出高价，就能带走苏慕云。500两，开始竞拍。500两，买一个被卖的弃妇，还是个差点灭了夫家满门的毒妇，多晦气！就是，听说他在军中3年，跟男人们日夜睡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干净？300两，不能再高了。200两。买回去当个粗使婆子还行。100两，就当买个乐子，看看曾经的大将军怎么伺候我。没想到他们如此嘲弄我大家曾经的护国大将军，都怪朕收了他的兵权。苏慕云现在已经软手软脚，大家尽管出高价，就可以抱走苏慕云，随便怎么样都可以。这可是曾经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呢，机会难得，快出价呀！住口！你还不放了朕的大将军！你是谁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朕的大将军，
你放心，苏慕云是我的妻子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她是之前的护国大将军。你准备出价多少啊？周玉良，你果然丧志癫狂，禽兽不如。他是你的发妻，还是为国征战的有功之臣？你置国法于何地？置人伦于何地？放肆！看什么看？还不放了他？那这就……狗东西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你敢打老爷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敢管我周家的家务事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我想怎么处置我的女人，你管不着。我今天就要管了！敢在我周家撒野！哼，我明白了，你也是那个贱妇勾搭过的野男吧？难怪这么着急跳出来替他说话。怎么着，心疼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？你们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？这位大哥，你快离开这儿，不要受到牵连。今日正好捉奸捉双，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证据。苏慕云不守妇道，带着这个野男人来砸我们的场子。你敢打我们？我不光要打你们，我还要让你们给苏慕云赔罪，再给老爷我赔命！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奸夫给我抓起来！放开！你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维护苏慕云，我打不死你！周玉良，这位大哥不过是为我说了2句公道话，你快放开他！没有奸情，你怎么会那么维护他？看来没少倒贴呀！这个贱妇又跑出来替他求情，这奸情明目张胆啊！放肆！你们敢打朕？这声音好熟悉，难道是朕？我呸！就你还敢自称朕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疯癫戏子，吃了雄心豹子的，敢冒充皇上！看看你这副德行，演戏演昏头了吧你？真是皇上！看看你这副德行，演戏演昏头了吧你？真是皇上！周玉良，你不得冒犯皇上！一派胡言！苏慕言，你为了毁了这个卖身宴，还真能扯谎吗？就他这个德行，还皇上，我还看上皇呢！住嘴！你这可是死罪！他冒充皇上，才是诛九族的死罪吧？说是不是苏慕云指使你的？苏慕云，你这个贱妇，从哪儿找来这么个戏子？合伙演这么一出，哼，想要吓我，用心何其歹毒！你们诬陷苏慕云的话，简直张嘴就来。现在又敢诬陷朕，朕总算看清你们周家的嘴脸。朕总算看清你们周家的嘴脸，终于明白苏慕云为何要将你们周家满门抄斩。你放屁！苏慕云想给我们周家满门抄斩，本来就是我的耻辱，你还给我提个没完，找死！幸亏皇上英明，听了郑国公的谏言，保全了我们周家。你敢质疑皇上的决定？现在我同意苏慕云的做法，必须将你们周家满门抄斩，罪无可赦，谁说都没用。哼，还装呢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底色。是。来人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是。来人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怎么回事？那么多人围打一个人，那是谁啊？看不清呢。衣着并非皇上，脸上这么脏，倒像是乞丐。皇上没有命令，不得入内。我们再等等，免得误了皇上大事。走。放开我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周玉良，你再敢对皇上下试试，我跟你拼了！瞧你这个软手软脚的样子，还跟我拼命呢！我马上就把你这个奸夫淫妇一起送下地狱！玉良，他们2个没有奸情才怪，你看他们搂搂抱抱的样子，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不然我们周家的颜面何在？你们这种卑鄙无耻之徒，哪有什么脸面？皇上，我们快跑！行。玉良，这对奸夫淫妇要逃跑，哼，我看不如现在先把这个男子阉了。好，哼，等他变成太监之后啊，我看他还怎么冒充皇上，怎么做姘头。等我阉了这个冒牌货之后啊，我就送你们2个一起上路。
好一对情深意重的野鸳鸯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玩舍命相救的戏码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玩舍命相救的戏码。混账东西，居然拿着我的免死金牌当你的盾牌，我看你也免不了一死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皇上，你要是淹了我，大夏的龙脉就断了。就算你是皇上，我也饶不了你。该死的奸夫，我现在就阉了你！这么热闹，怎么不请本知府呢？这个人好眼熟啊，难道他是？你是深州知府，之前你上任之时朕见过你，快点救朕！你好大的狗胆！哪里来的乞丐敢自称朕？敢在此大闹州府的宴会？知府大人，您看，他是苏慕云的奸夫，被我识别了之后啊，竟然还敢冒充皇上。没错，这个奸夫还抢了我儿的免死金牌，毁坏成了一块破铜烂铁。什么？混账东西！这可是曾经霓凰大将军用3年的军功换来的，是皇上亲自给州府的免死金牌，被这狗东西毁成这样。这块金牌就算不毁也没用了。朕说的，你是知府，快到外面去，叫大内侍卫进来，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大内侍卫，看来你真是满嘴谎话、胆大包天的逆贼！你说什么？皇上，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。哼，还大内侍卫？你以为本知府是3岁小孩吗？啊！我看你是假冒皇上不成，想通知外面的同党救你出去是不是？你个混账东西，耍朕是吧？你才是混账！当着知府大人的面还敢自称朕，哼！大人，把这个奸夫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对。来人！此人假冒皇上大逆不道，其罪当诛，立刻砍了他的脑袋！是。立刻砍了他的脑袋！是。放肆！睁大你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当今殿下！啊？什么？他真的是皇上？微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罪该万死的是他们。朕之前误会你了，没想到周家人如此混账，今日朕必要杀了你们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今日谁也保不住你。他们3个死罪难逃，可杀勿论。现在就杀了他们！是，老夫看谁敢放肆！皇叔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些混账东西刚才打了朕，还想阉了朕，朕的性命差点丢了。他们早就该死了。国公爷，国公爷，救命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皇上啊！国公爷饶命啊！皇上？什么皇上？本宫不认识此人。本宫不认识此人。皇叔，你说什么？放肆！皇叔也是你能叫的？这个人分明就是勾引苏慕云的冒牌货，试图混淆视听，祸乱朝纲。皇叔，没想到你竟然见死不救，想趁机弑君。你这种人也敢对老夫大呼小叫的？来人，给本宫格杀勿论，连同苏慕云和他的2个侍卫一个不留。幕后主使终于出现了，郑国公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苏慕云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不对，他不是吃了软禁散吗？对呀，他怎么看起来一点事儿都没有？我征军3年，什么阴谋诡计没有见过？软禁散，你以为我会毫无措施？
你说什么？你刚才是装的？没错，从你们周家设下的归家宴，再到当众羞辱、拍卖下药，再到知府的刚好赶到，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不就是置我于险境吗？在混乱之中想杀了我，是吗？可是没想到皇上微服赶到。皇上，请恕罪，臣女刚才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引出这个幕后主使，这个老匹夫。朕恕你无罪，朕若是不来，也不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看得清清楚楚。苏慕云，只要你能力挽狂澜，你就是第一功臣。老匹夫，你用这几个人就想杀了我，趁机杀了微服私访的皇上，还真是一石二鸟。可惜今天你不能如愿。哈哈，不愧是能当上大将军的人，可惜今天你们都得死。你以为你靠着这点伎俩就能翻盘？皇叔，先皇临死前把朕托付给你，你可是对天发誓，会辅佐朕守住大夏江山呢。笑话，这江山本就是老夫打下来的，凭什么要替你守着？这江山本应该就是老夫的，我的。朕不公，你身为军人，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是你的本分，而你到了现在，本该安享晚年，竟然还想谋反。哼，老夫当年为了打下这江山，浑身不知道受了多少伤，不知死了多少回。可皇位凭什么要传给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？这公平吗？皇上虽然没有征过战场，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他一心为民，对得起这个皇位。你以为江山是你一个人打下来的吗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将士们，你都把他们的功劳归在你一个人头上吗？你这个老匹夫还要不要脸？都是你，要不是你屡次在连战中取胜，打乱了老夫的部署，老夫早就掌控了整个朝堂。你必须死！打乱了老夫的部署，老夫早就掌控了整个朝堂。你必须死！哼，你和你的靠山都完了。看我今天怎么杀了你！没错，杀死这个苏慕云，还有这狗皇上，我们拥护国公爷坐上王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兵法有云，谋定而后动。我既然知道你们的阴谋，你们觉得我会在这等死吗？怎么，苏慕云，都这个田地了，你还要吹哨换口不成啊？苏慕云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拖延时间，今日你必死！什么声音啊？怎么回事？外面怎么这么多兵马？苏慕云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给老夫布下埋伏！老匹夫，你不是说大夏是你一个人打下来的吗？你难道不明白兵不厌诈的道理吗？我今日的埋兵就是为了收网。收网？云将军，这怎么回事？圣上恕罪，民女为了引出主谋，不得已用此险招，令皇上受惊了。无妨，想害朕的是他们，这点朕还不糊涂。圣上英明，我这3年征军，在军中的战略部署屡次被窃取，而且粮草也时而断供。我一直怀疑朝廷有人沟通外包，没想到今日敌军自己露出尾巴。什么？你这个老匹夫，没想到你不仅贪图朕的皇位，还勾结藩邦，里通外国。你可知道多少百姓遭受战事之苦？是又如何？老夫和藩邦走私几十年，早已富可敌国。手底下的精兵和藩邦的铁骑已经兵临城下，你们今天绝无活路可走。是吗？我的10万大军已经赶过来了，你们今天是插翅难逃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已经没有了兵权，
如何调动大军？是啊，苏慕云，你早就已经卸甲归田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弃妇，就凭你还想调兵？哼，我呸！朕真是糊涂呀！当时收了你的兵权，你无法调动一兵一卒，更别说10万大军呀！朕真是后悔呀！圣上不必自责，这一切都是这个老匹夫的阴谋。臣女在交出兵权之前，早已下了3道诏令，让10万大军早已赶过来了。啊，真不愧是朕的大将军！现在领军的是何人呢？570携密令前来护驾平叛，回皇上，奉大将军之令，带3000铁甲军前来擒贼护驾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苏墨渊、570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奈何得了老夫？哼！今日老夫就让这大夏改天换日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现在投降，我念你是皇亲国戚，又是有功之臣，可以饶你一命，在狱中了此一生。想让老夫在牢里慢慢等死？做梦！老夫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为金銮殿上的龙椅搏一搏。没错，我们跟定郑国公了，为了荣华富贵，杀了他们也好，我也该清算总账了。哼，笑话！老夫在朝廷6部、边关12镇都安排了我的人，宫中的禁卫、城防的守军都有我安插的耳目。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里应外合，这京城顷刻间就是老夫的掌中之物。至于你，苏墨云，一介女流，靠着几分聪明和皇上的宠幸，就真以为能翻云覆雨了？哼！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郑国公果然深谋远虑，布局多年，在朝廷中的爪牙也着实费尽心思经营。可你没有想过，他们为何迟迟还不出现呢？因为我早已暗中派人盯上他们，派人切断了所有联络。哼！你这个贱人，胡言乱语，还想诈我？你知道联络网最弱的一环是什么吗？是传递信息的信鸽和驿站，每切断一处，便切断一线；每截获一次密文，便能讽其笔迹，断其耳目。你说什么？哼！我的大将军有勇有谋，早就看出你这个老匹夫有问题，先下手为强了。圣上，末将奉大将军之令，将郑国公及党羽已经全部控制。他勾结的藩邦大军及叛军已经全部控制。好，你们做得很好。真是护国忠臣呐！老匹夫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夫的谋划天衣无缝。你一介女流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你眼里只有皇位和兵权，却忘了人心。你给藩邦的是割让城池，给党羽的是高官厚禄，却忘了人心才是江山。所以你永远也比不上当今圣上。老匹夫，朕有这样的忠良，你已经输了。你知道，你身为大夏郑国公，却暗通藩邦，挑起战事，削我边军，断我粮草，消耗我大夏的土地，屠杀我国百姓。如今还想置我于死地，想谋杀皇上。今日不杀你，不足以平民愤。皇叔，今日朕在最后叫你一次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成王败寇，向来如此。苏慕云，朕让你交还兵权，卸甲归家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你还能忍辱负重，运筹帷幄，
不愧是护国大才呀！民女为国除奸是我的本分。朕宣布，即日起，苏慕云恢复护国大将军之职，武麒麟升任左将军。谢皇上。起来吧，将护国公还有这些人即刻押赴刑场，交由护国大将军苏慕云亲自监斩。娘子，慕云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条狗命吧！我也是被郑国公那个反贼和知府给骗了呀，我也是被胁迫的。你欺辱发妻，视为不义；你以下犯上，弑君作乱，视为不忠。如此不忠不义之人，杀10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。带下去！哎，不，我没有羞你啊！我是你夫君啊！大圣有律法纲常，难道你要背上弑夫的罪名吗？周玉良，你这混账东西，还敢拿这些说话？方才你不是要拿匕首阉了朕吗？现在朕让你先挨上一刀。没了！你现在是个废人了，不配为人夫。朕以天子之名代行法度，即日起，苏慕云与周玉良夫妻之情已决。谢皇上恩典。皇上，既然大将军已经恢复自由之身，那微臣是不是可以向大将军求亲？朕当然愿意成人之美，但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？全凭皇上做主。报！800里加急，北漠20万铁骑连破3关，距京城不过100里。皇上，臣苏慕云，臣武麒麟，请战！好，2位将军，朕就将守护江山之责交给你们了。臣定替皇上守护黎民百姓，守护大夏万里山河，寸土不让。